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在这个礼拜，我们又请到了 PGIM 保德信基金经理人陈顺金陈协理，我们请他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PGIM 保德信大中华经纪人陈顺金，很高兴今天又来到 Judy 老师的节目。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介绍过了景气对策讯号，那不晓得这个礼拜陈协理要帮我们介绍什么呢？上礼拜的时候，我想大家有提到说领先指标，我想各位在投资的常常会讲到说如果我早知道就好了，早知道就好了。对，所以呢，领先指标就是来帮助大家能够早知道的一个指标。那我们今天来讲到说，我们在投资中常常可以应用到的领先指标叫做采购经理人指数。好，那我们看一下采购经理人指数这个地方呢，一般投资人会有什么问题呢？投资人写说常常新闻媒体就写说什么 PNI， 什么叫 PNI 啊？到底代表什么呢？对啊，我想各位有投资的朋友应该都很常听到说采购经理人指数，或者说简单的只写 PNI。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讲说 PNI 是什么。那其实 PNI 呢，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一个体检表。大家以前在考试的时候呢，常就是说，如果你考了国文考了90分，代表很好；如果你考了50分，就代表不及格。其实呢，采购经理人就是这个总体的一个体检表的概念。然后我们刚刚讲到它就是一个领先指标，我们最常用到的。那另外来看呢，不仅是台湾有编制，美国啦，或者是一些欧洲的先进国家都有编制。所以呢，如果大家做跨国的投资呢，也可以一起来比较各国的 PNI 的一个状况，就可以知道说。谢谢那个陈协理解释，我们想知道更详细一点。好的，它其实呢跟我们在上周讲到的一个景气对策讯号一样，它是每个月都有公布一次的，所以它比 GDP 更为及时。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说 GDP 就是一季才公布一次，你想每个月都能知道来看的话，就可以追踪 PNI 指数哦。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大家在念书的时候都知道考试60分是及格嘛，但是 PNI 指数呢，它是以50作为一个标记的。如果是在50% 以上或50，我们看到的50以上呢，它就代表景气正在扩张期。那如果低于50以下的话，就是代表在紧缩期。这样是不是就很简单，知道吗？你在念书的时候知道60分就是及格。在 PNI 指数来看的话，50分代表是一个景气好的一个状况。那我投资人也会问一样跟上个礼拜一样的问题，就是说，好啊，你既然跟我讲采购经理人指数是领先指标，那我想知道怎么编制，我看我能不能事前更早发现。其实采购经理人指数的编制方式呢，它还蛮特别的，它是用问卷做一个编制的一个方式哦。它就是会去问企业的制造业，会去问一些高阶主管说，你觉得最近的景气或这个月的景气好不好，还是持平哦？那他们会做一些加总。那所谓的非制造业指数呢，像服务业来看的话，就是有相关部门的主管，他可能是找譬如说财务部门主管啦，或企划部门来做个编制哦。那台湾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呢，是从2012年开始编制的。那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有时候我们会叫做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呢，是从2014年开始编制的。那美国编制日期可能就是在更早以前了。所以呢，如果你是股市投资很久很久的人来看的话，你可能在20年前你可能没有听过，但是你可以看说近10年来看的话呢，我们重新就是有编制这样指数来看的话，是不是就更方便大家去找到说，我们刚刚讲到早知道你要买什么，我们可以从这边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了。我这样有个好奇，如果我是非制造部门的，比如说主管的话，我在整个行业，不要说整个国家，整个行业我觉得比较冷的话，我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讯号。对对对，因为他可能就是服务业，他就不是做制造嘛，他可能就是说我就是财务部门或者是企划部门，他们就会去问这些人，他也是问他一样说，你觉得这个月的景气是变好、变差还是持平？这样子相关的问题去做询问。OK， 好，那请问那个制造业采购人经理指数，你能不能再说再详细一点呢？好的，我想各位在可以看到说，其实他就问他们这5个问题哦，就是新订单的增量是多少，生产的数量是多少，然后呢还有人力雇用的一个状况，情况是怎么样，还有存货的一个情况，存货的情况，还有呢供应商的交货时间。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其实在投资的时候，其实这几个是最常听到的，或者是说大家最近是不是看到很多的电子厂商，大家就会很关心他们存货的状况，对，或者是说呢，前几年航海王在热的时候，大家会说，交货的时间变拉长了。
然后呢，有些景气变热了，是不是人力雇员也多了？生产的数量来看的话，就是说是不是看到厂商是不是生产变多了，或新订单变多了？这几个数字呢，是不是大家在股市投资的时候呢，其实你在看到个股的时候，大家常常会听到或应用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它是一个领先指标？因为这几个数字呢，或者这几个大家常用的呢，也是我们投资中非常关心的一个数字。对啊，各位投资人，你看看，像我们如果盯着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的话，我们也可以在相对的高点，它要往下弯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采购经理人指数是往下弯的。那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多一个研判方向的基本面的基础，对不对？参考的基础。对对对，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台湾的所谓采购经理人指数，其实它就是也是一个景气的循环。然后呢，在最近来看的话，它也就是落在50以下，50以下，就是刚刚 Judy 有问到的问题。我猜对了。所以呢，是不是大家可以说，如果我早就知道说，往下走就可以不用一家一家去看公司的财报，说你是不是存货多少，或者说交货时间，或者是增加雇用人力，你就是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体检表，你的一个数字，你就可以看到整个全面的一个状况了。OK， 我想讲到这边，投资人应该大概了解了。好，那我们再讲更详细的一点的话，我们请那个陈协理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在1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台湾的一个数值是40.4，所以你就知道低于50。对，低于50就表示说现在景气是一个比较不好的状况，在一个所谓的一个紧缩的阶段哦。但是我们刚刚讲到了，它是一个领先指标，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说低于50了，那我要怎么去做投资呢？如果你想要开始去研究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在这边的低于50的一个指标中来看的话，哪些是比较开始变好的。OK， 所以就看往箭头看也看得出来。对，所以看到存货跟交货时间这边是变好的，是有变好的，所以大家可以厂商的存货开始有做一些改善了，交货时间有做一些改善了，所以并不是说每一项数字都变不好的状况。我如果用比较简单的来讲，现在列出5项嘛，对不对？那现在有2项转好，如果第3项也转好，就代表说几乎指数会拉回到50以上了，就会开始慢慢的往上拉回。但是能不能在50以上来看的话，还是要综合考虑这5个因素了。OK， 就是看它复苏的力道的强弱就对了。OK， 好，那我们就有一个约略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再请那个陈协理帮我们介绍非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其实它跟制造业是还蛮类似的，不过它只有用4个指标，因为其实大家知道非制造业它没有像会生产出所谓实体的一个商品哦，所以它大概也是会看所谓的销售额。那类似的指标也是，譬如说商业活动就是看销售额，或者说有没有新的订单啦，或者说人力的雇用，或者是说交货的时间，也是一个类似的一个状况。可是我们从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好像不像制造业这么明显的趋势哦。对，主要是因为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来看的话，它是代表一个像台湾就比较像是一个内需的一个市场，所以它就是看台湾内需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主要是台湾很多出口的行业，所以它就会跟国际上的景气会比较有相关。OK， 所以说制造业指数跟全球的景气比较相关，那非制造业就是纯粹以内需的景气来看。对，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我们虽然是内需还 OK， 然后外销的部分比较冷哦。对啊，我们可以看到下一页的图表，就是在1月份的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是50.1，所以呢可以看到说这代表整个及格了。对，50，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50就是代表是扩张的一个意思哦，所以可以看到台湾的一个非制造业，也就是服务业这边的状况来看的话，是比制造业来得好，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数值是差蛮多的哦。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台湾的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已经是连续3个月扩张了。所以呢，是代表以内需的产业是复苏是持续的，所以大家在投资上来看，就可以很明显知道说，最近内需的产业是比所谓的制造或出口产业是来得好很多的。谢谢陈协理解释。我想今天我们在介绍那采购经理人指数这个地方，那大家又了解了那个在总经指标这边的领先指标，相信你对总经这个地方已经越来越有兴趣了。而且从陈协理介绍的经济指标，我们发现它跟股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所以在你投资整个大方向这个地方，可以给你心中会有一些的决定，就是说方向大概是怎么样，知道现在大盘到底的方向是往上还是往下。好，那到了节目的尾声，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星期再见喽，拜拜。